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你别怕闯红灯，我跟你斗着。比我想见你的人来了。抱月楼的事别留后患。我知道。您怎么来了？这是范闲，姓范，是我儿子。知道，没人跟你抢。咱们庆国最讲究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孝道？有没有父慈子孝这一说？有啊。远行千里回到京都，不是见驾就是见你，成何体统？他这是生的什么气呀？我没生气，我气什么呀？我是讲道理。我问你，范闲远行归来，不首先回府请安，是不是有违孝道？真闹大了，礼部是不是能参他？你说的真对，是。你也有认错的时候。但不是我叫他来。不是你，其实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是想擦擦这石碑。回家。你跟我一辆。您喝茶。宫里的事儿，别太计较。陛下虽然扔里腰牌，却没有明旨。没有明旨撤去提司职务。陈院长提醒了。这里是京都，不是武者械斗。要想跟老二争锋，不靠一己之力，还要培养麾下嫡系。这点陈院长也交代了。回头我到依附上人。陈院长是在帮你，可这是京都，总得留个心眼儿。可以信陈院长，但不能全信。人心难测，这点他也说了。他倒是言无不尽呐。不过有一条我不太同意。哪条？人心难测，对别人是不可以全信，但对家人却不理如此。哎呀，礼部那些家伙经常拿孝道来说事儿。我赶过来并不是稀罕请安，我是担心你在官场上被人落下把柄。父亲大人金口玉言，我听了之后啊，茅塞顿开。想明白就好。哎呀，回来之后还没去看过婉儿，要不我还是先回家待2天，过几天我再去看她。哎呀，是得回去看看若若，你妹妹对你甚是想念。你说范闲回来了？是的，少爷。我爹特高兴吧？爹，人叫我。哎，哥，你可回来了？这还什么都没问呢，就先跪了。这气氛我熟。抱月楼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
谁是东家？我这不胡闹吗？怎么能做这种事儿？娘，我就是想挣点钱。为了银子，连人都不做了？老爷，你饶他一命吧！啊，举家法来。哎，不用。其实他也是被人骗了。对，死者本来就不聪明，肯定是被骗的。娘，您平时不是说我挺聪明的吗？这会儿就闭嘴吧。不论是否被骗，既然犯了错，就要受罚。这顿打，他逃不了。其实我已经打过了。对，范闲他已经打过了。你们见过？啊，见了，上回差点把我打死。为何不跟我说？我哥说跟谁都别说，就让我在屋里待着。这些天不出门是因为范闲？啊，那岂不是早就回过京都？确实回过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这事说来话长，别让他一直跪着。站那儿。说到底啊，这件事儿还是老二给我挖的坑。其实这事儿啊，只要我妥协服软，就能过去。那不可能！姨娘这么相信我？什么时候见你服过软呀？思哲这事儿你有安排了？短时间之内，抱月楼要想跟他撇清关系，不太现实。现在要想保他，就只能离开京都。有道理。那我陪思哲回儋州怼着。也不能留在庆国，不在庆国去哪儿啊？要北上，去北齐。太远了吧？也好，那我就陪思哲北上。姨娘不能陪，她得自己去。为什么？是啊，这是暗中远行，不是游山玩水。你好歹也是国公之女，你陪着谁不认识？那也不能让思哲一个人去北齐呀，他都没离开过京都。思哲，你害怕吗？有点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很难。突然之间就要离家远行，从锦衣玉食变成无依无靠、前途未卜。你别说了，越说我越害怕。但这对你来说也是机会。这哪算机会呀？人不离开家，就永远不会长大。你是不是也想过，想对某个人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了，证明你并非做每件事情都是错的，证明你自己也可以被期待。我想证明，那就北上，找到你自己的路。他做不到。好，大声一点。好，我听不见，我能做到。错误是我犯的，我就承担后果。爷，我愿意去北齐。可你明明在害怕呀。娘，我是害怕呀，可是我也不能走在您的身后啊。我已经长大了。何时出发？今晚。这么快？快点好，娘，我怕再过2天我变卦了。哥，北齐是不是特冷啊？有点冷。好，那我多拿几件厚衣服啊，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。怎么一下子人全变了？姨娘，有时男人长大，只要一瞬间就够了。不行，我得去交代2句。还真有些突然。说到底啊，他还是被我牵连的。你刚才说的没错，
什么？男人长大只要一瞬间就够了。命运嘛，总是突如其来。这小子没让我失望，不愧是我儿子。这些话，您倒是当着他面说呀。天冷了就记得加衣服，每天吃饭别马虎了。知道了，娘，您别送了，再送我真舍不得了。行，行了，别哭了，您再哭该出皱纹了。你才出皱纹呢。走了，娘。范闲刚才说，有些话该当你面讲。马车备好了，谢谢爹。还有，你没让我失望。范思哲，不愧是我儿子。一路小心，我跟你娘等你回家。看什么？看雨。我从小就在京都长大，什么样的雨都见过，早就看腻了。可是今儿这雨，怎么有点舍不得呢？你就当是京都为了给你送别，感动的都哭了。要不你也哭出来？我不哭，我现在是大人了，大人都不哭。大人也会哭，有的时候长大了，想哭的时候更多。哥，那你陪我一块儿哭吧。北上的又不是我，我哭什么？你就一句好话都不会说，是吧？银票啊，这都是给我的。这是本钱，等到了北齐啊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赚钱。做什么买卖你自己定，出什么事儿你自己扛着。别忘了，你要跟爹争名，要跟你自己争名。钱你会分吗？这钱得还啊，这是投资，等你赚了钱我得分红啊。咱们这亲兄弟还算这么明白呢？不要还回来了？不，你放心，肯定不能让你赔本。你说这个挣钱是第一个任务，那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呀？你还记得郭宝坤吧？啊，他也在北齐。别了吧？什么别了吧？你都给他打得那么惨了，斩草还要除根啊？他现在给我做事儿呢。
他都能给你做事儿了你到了北齐，第一个先去找郭宝坤啊。然后呢？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，记在心里，别告诉第二个人。那能告诉郭宝坤吗？别告诉第三个人。咱说话得严谨。闭嘴。辛苦各位兄弟，提司严重了。这几位会护送你北上，一路上他们照顾你。他们几个是谁呀？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，路上小心。走吧。那我娘你帮我多照顾点啊。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谢谢哥。记着呢啊，放心吧，亏不了。不用担心，那几个都是四处的好手。你弟不会有事的，多谢了。不用谢我。若不是院长交代，我可没工夫管你的闲事儿。哎，明天我到一处上任，要不要来看一眼？范闲吧，叶灵儿，看来我这轻功还得练啊。你快来快来，我跟你交代点事儿。你跟我交代什么呀？晚上呢？别打岔，我记性不好。婉儿料到你会来，提前躲出去了。婉儿躲着我，为什么？她让我跟你说，第一点，婉儿知道你很爱她，她也很爱你。第二点，因为第一点，所以她很担心你刚回来会面对很多危险，她希望你能集中精力，好好应对。第三点，因为以上两点，你最近就别来找她了，她是不会见你的。这话都是婉儿说的？这都是我理解婉儿说的话。哦。她说你会懂她的。哦，还有一点啊，什么来着？哦，他说他一直都在。我懂。哦，那麻烦你也帮我转达两句呗。哦，行，你说吧。第一，想你；第二，放心。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不记了？就4个字儿，我还记不住。哦，有道理。你快走吧。真搞不懂你，想见就见呗，干嘛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？眼下时局，他应该专心做他自己的事儿。我怕我见了他，就不想让他走了。
真羡慕你们，我这辈子是没这福气了。灵儿，你要是实在无法接受陛下的赐婚，明日我陪你进宫，向陛下请命，把婚退了。我爹是不会同意的，我都想好了，大不了一死。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！家里已经在着手婚约的事儿了，我看着实在心烦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啊？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有人吗？启田兄，老邓。监察院主簿邓子越见过大人。你认识？嘿嘿，旧识。邓子越，正是属下。你认识我？从未见过。那怎么就跪了？回大人话，如今监察院谁人不知王启年王大人常伴您左右。再说了，您这卓尔不群的气质，剑眉星目的样貌，不怒自威的神态，我若再猜不出来，我是不是瞎呀？小云公子，行了，老邓啊，大人现在暂领一处诸般事宜了。当真？当真。天哪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啊，是不是？小范大人如果能来一处，那您做这一处的话，那一处这就从此以后就有主心骨了。我真是感觉，如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行了行了，全是套话，随你是吧？旧识。邓子越，站着说话。老邓，起来。谢过小范大人跟其他大人呢不一样啊。我问你啊，外面那些云梦鱼是谁送的？啊？别告诉我你也不知道。说。回大人，是检书司和兵部联名送的。一筐鱼还能牵扯到兵部？不是兵部，别人也没本事用800里加急把新鲜的云梦鱼送入京都。那检书司呢？此类鲜鱼都是先送往检书司，再由检书司按品序分类，再依次送往皇宫内院和6部各大臣府上。当然，检书司和兵部会留出一份，联名送往一处。都吃了。此鱼异常珍贵，故此有人吃了，有人卖。卖到哪儿？检书司。好极了，检书司送来的鱼再卖回检书司，这买卖可真好做，价钱也不低吧？或许是怕浪费呢。那这检书司和兵部干嘛上赶着给咱们送好处啊？你就照实了说。嘿嘿，这屋里边没别人吧？没有啊，那就说。哎，回大人话，其实不光是检书司，其他6部都有礼相送。人缘这么好？您看，一处嘛，咱们一处本来职责就是监察京都百官，自然谁也不愿得罪一处。有了好处，当然也就不会忘了一处。这种好处你们也敢收？不是，他监察的收被监察的好处，何其荒唐！小云公子，息怒，息怒。要说他们，那不收也不行啊，所以这荒唐也算是合情理吧。
怎么叫不收也不行？您看，做官嘛，大家都住在京都这片儿，3位大人也都应该清楚，京都百官之间关系本就错综复杂，有如蛛网密布。大的都不用说了，哪怕是衣食住行、吃穿用度这样的小事情，你也绕不开这关系啊。如果不收这礼的话，那就算不肯同流，往后恐怕办任何事情都是举步维艰呐。邓主簿这为官的道理，倒是想得很清楚。一处案卷繁多，这些最近都是你在负责，一直都是。行，一处这边，你多费心。啊？范大人，我只是个主簿，上面还有好多主管呢。已经没了。从今日起，王启年、邓子越协助本提司处理一处大小诸事。大人，那剩余的几位主管，今日不在的，往后就不必在了。回头我跟院里说一声，送到别处做事。快点！你们给我看好了，我范闲，监察院提司代理一处。我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。严冰云，北齐回来的，心有多狠，手有多黑，可想而知吧？换句话说，那是要脸的人吗？你们看这眼神，杀气腾腾。他站在这儿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意思。这样的狠人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？你们懂吗？我们都懂。我再重复一遍啊！从今日起，一处之前主办全部作废。王启年、邓子越就是我的左膀右臂。在座诸位，我话讲完，谁赞同谁反对？王主管，邓主管，这客气了啊！那个以后大家互相咱们多帮衬啊！大方点，大家叫你呢。多帮衬，多帮衬。邓某以后一定尽力尽心办差。我再多问一句啊，各位可还记得当初入监察院所发之誓？第一句是什么？一切为了信我。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切为了生活。当初发的誓都忘了。一处是做什么的？监察院是做什么的？求吏治清明，保百姓安宁。你们当初的初衷都他妈喂了狗了！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过的，从今天起，不许再这么过。所有的礼不许收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收礼在京都会很难，是吧？人活着哪有不难的？你们出去上街上看看，看看那些百姓，他们都没说难，你们有脸吗？不过诸位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其实还是好说话的。各位要小心，做了错事儿，千万别落在小严的手里，那才是真的惨。我管不着你们一处啊，都是监察院，一切为了庆国。行了，话我也说完了，该办差了。邓子越，大人，属下应该办什么差呀？刚门口那鱼我也看了，我觉着不新鲜。鱼不新鲜，送来的鱼不新鲜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检书司看不起我们一处，这谁忍得了？邓子越，属下在，带人把检书司给我封了。大人，
请大人知道，简书司的戴公公那可是淑贵妃面前的红人呐。我知道，老二他娘嘛，喜欢读书，我见过。那大人是不是在斟酌斟酌？怕什么？听我的，该封就封。就算要封的话，以何罪名啊？一处这么多案卷，简书司就一点过错没有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自然是有。那还等什么？带人去封。大人，我本来就是初来乍到，根本就难以服众，而且我这个职位我压不住简书司啊。那要不辛苦小严公子带队一趟？一处差事与我何干？都是监察院为国效命。那就有劳小严大人了。我带队去封简书司，那你干嘛去啊？请人啊，戏台都搭好了，总得有个看戏的吧？请谁啊？大罗金仙。范闲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着。哟，快剑也回来了。我就说这个人太冷漠，没礼貌，自然是比不过殿下。我也得说说你，来京都这么久了，头回到我这儿。是，确实是我不对。这不，亲自登门，赔礼道歉。这是什么呀？云梦鱼听说过吗？云梦鱼，那可是透骨仙。咱们先喝上2杯，我让人呐蒸上这云梦鱼呢。全程炒变了，梅雨。心领了，千里送桶水，礼重情更重，是吗？送你了。彼岸，清清。哎，但我知道哪儿有鱼，所以呢？所以咱俩抓鱼去。我跟你去抓鱼，殿下没空。我就说嘛，满京都城里最有趣儿的人就是你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老奴拜见殿下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听说你这里有云梦鱼。是。来买2条。殿下开玩笑，回头让人给殿下送府上去。你这办的是官差，可不能不收钱。身为一个皇子，不能假公济私，这道理能明白吧？是，这老奴糊涂了。彼岸，给银子。不用，我请殿下吃鱼。哎，银子我出。不是这入账。回头我就入账。别回头了，这不有纸有笔吗？现在就记。哎，好。你别记这本上，记这本上。戴公公认不认识老金头啊？谁？老金头，一个卖菜的，欠了不少账。哎呦，这好像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了。这老金头如果跟大人有关系，他所欠的账我可以一笔勾销。不用，已经没事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哟，戴公公这字儿不错呀。不敢。哦，跟这账册之前记的是一模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戴公公都是亲自写啊。身负皇恩，不敢怠慢。那这账册将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，都得问你啊。这个简书司呢，是为宫里办一些杂事儿，账有些细碎。如果大人看不明白的话，我跟您解释。细碎？不是细碎，是大局。
简书司就是买点菜，哪有什么大局啊？戴公公，国家兴亡，你们这些太监是不是有责？是吧？咱们庆国刚跟北齐大战一场，也是边军威武，大获全胜。简书司该不该表示？啊，这边军的粮草不归简书司管。大局，往大了想。什么意思呢？简书司是不是庆国的一部分？是。那大战获胜，是不是与有荣焉？有。与北齐一战花了不少银子，对吧？对。这大战平定，朝中缺钱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。那咱们庆国人该不该共度难关？该。简书司该不该负责？该。啊？该负什么责呢？国库空虚，到处缺的就是银子。简书司不想着为国解忧，反而变着法子贪钱，这合适吗？不，绝无此事。老奴为人最为老实，平时见着钱我都难受。大人一定是误会了。老实？我们监察院听说过吧？如雷贯耳。我们办案的手段，想必你也知晓一二。贪没贪钱自己知道啊。这账册查下去，是什么后果？都缺钱啊，戴公公。简书司就不能担起责任，有难同当吗？范大人，可不可以到后边说话？没事，都自己人。自己人。关于账目的事儿，这里还有一些补充。如果您不明白，可以回去自己看。1000、2000、3000两。哎呀，3000两，还行吧。那话说回来，咱们简书司每天买菜也不容易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大家都是同朝为官，我做人也不能太跋扈，与人为善嘛。是。小范大人真是深谙为官之道。那说起来，简书司问题不大，是我唐突了。不是，应该的，查也是应该的。误会解释清楚就好。老邓，撤了吧。撤。没热闹看了啊，咱各回各家吧。殿下那鱼你可别忘了啊！我一定给殿下送到府上去。殿下，要不要找人送你回府啊？不用，回头去。好嘞，一定得去啊！等你消息。监察院提司范闲当众收取3000两贿赂，是法度于不顾。于大庭广众之下收取银票，胆大妄为，无视庆国法度，实为庆国之害。我等与其势不两立，是为国除奸。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我可真是个王八蛋。看完了，辛苦后宫。瞧您说的，这不是我应该的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来，送一下后宫。范小爷，恕老奴多嘴，再问一句啊，
此事小范大人准备如何应对呀？陛下让问的？没有，我就是好奇。按常理说，应该如何应对啊？言官御史都弹劾了，这事说起来可不是小事儿啊。无论如何，小范大人您得上折自辩啊。之后呢，就等陛下圣裁了。那我要是不回应呢？这不符合规矩啊！督察院都弹劾了，您不给个反应，这不是往御史脸上扇嘴巴子吗？不给反应就是扇嘴巴子，那不够吧？哎呦，范大人，我的范小爷，呸！是我老奴多嘴，您可千万别冲动。你谁呀？我王启年，奉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之命，给你们这督察院呀送幅字儿。什么字儿啊？送给哪位？但凡你们弹劾范大人的啊，都可以看看。等会儿，等我走远了你再看。谁呀？范闲派的。看吧。写什么字？什么字啊？这是？哎，快打开看看。淫淫狂吠，这不是骂咱们吗？这么说，简直太过分了！简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哎，这么早出门啊？你不比我早，是为了等你。吃点，早上不能饿着。简书司的事儿现在越闹越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老二和北齐走私的线索断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有人提醒我，我面对的不是事儿，而是人。嘿嘿，放心，这儿没别人。这跟简书司有什么关系？老二跟北齐走私是为了银子，银子不花就是废铁。你觉得他挣的这些钱能花在哪儿？偷养兵马，还有呢？收买官员，培植嫡系。你借简书司入手，其实查的是贪污受贿。京都之内，我自己能查，但老二的门下不只有京都官员，要查京都之外，我们一处不如你们四处。可以，京都之外，我来查。这就答应帮我了？不是为了你，知道，为了庆国。啊，手下有没有合用的人，借来用用。你掌管四处，还用借人？四处主办是家父，并不是我。有什么区别？我不想监察院也来子承父业那一套。为国效忠，岂能公私不分？小范大人，严公子，老王，老高，嘿嘿，这段时间啊，帮着小严公子做点事儿。是。听小严公子吩咐。高达，我记得你隶属虎卫。是，但从今日起，我们这一批人就在小范大人麾下行走了。虎卫隶属禁军，只遵皇命。是啊，正要用人的时候就把高达送来了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咱们这陛下究竟在想什么。天危难测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你这就走了？今儿肉不少啊！是啊，香啊，真不错。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这好吃，这不错。
真好吃。是啊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个肉它可不是别人孝敬的啊，这个是咱们侦查院医术自己花钱买的，这名正言顺。那给您弄点。不用，大伙好好吃啊，吃饱了好当差。什么东西？社长，这什么了不起？不用跪，膝盖硬点。是。几天没来，医术还好吗？托提司大人洪福，一切正常，都是井然有序。大伙儿私下怎么说我啊？自然是对大人敬仰有加呀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猜猜。刚来医处的第一天，说的冠冕堂皇，结果当天就收了戴公公3000两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要钱不要脸，是这么说的吧？绝无此事啊！你就吃这个，让大人见笑了。医处今天不是炖肉吗？我就对付一口，手头有许多没做完的事情。听说医处炖肉的钱是从官账上出的，自然。大人训诫之后，谁还敢下手礼呀？那这肉钱是哪儿来的？哎，不是大人说的从账上出的吗？医处的账我看了，这几日有出入，多了50两，所以从中取出一些银子炖个肉。也算是慰劳一下同僚们，这些你都知道吧？我知道。这50两是从哪儿多出来的？处理杂物繁多，不过是区区50两，无伤大雅的事情。那天在检书司，王启年塞给你的银票是多少钱？回大人，50两。你把这钱记在医处官账上啊？属下本来就欠处里的银钱，所以就还上了。欠账，有凭证吗？这几日我看了你的文档啊，邓子越，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云梦鱼，你是一条也没拿过。大人，属下是不爱吃鱼呀。哦，既不爱吃鱼，也不爱吃肉，是吗？医术今日炖肉，可以说是用的你的钱。你自己在这啃这个，怎么着？嫌这钱脏？属下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也不是1次2次了。检书司这么多年送来的可不只是鱼肉，山珍海味，天天翻新，处理从僚人人有份儿，只有你不要。除此之外，京都各部送来的各种名贵礼物，什么玛瑙、麻将、白玉头子，你是一概不收。邓学月，你很廉洁吗？啊，你了不起呀！但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你这么廉洁，你怎么不上报呢？属下知罪。你别着急跪啊！我是在问你的罪吗？我问你为什么不上报？大人，官场嘛，就是为人，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，是吧？是吗？这是现在的你，曾经的邓子越可不是这样。当年的邓子越慷慨激昂，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、谋取私利，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，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。惭愧，惭愧了！属下当时
愚钝嘛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骂了，改成跪了？回大人，我当时不谙世事，行事张狂，属下现在懂事了。你懂什么了？属下懂得，做官不可特立独行，该当与光同尘的。与光同尘呐，那鱼你就应该拿呀！与光同尘，啊，衣服都穿不起了是吗？邓子越，定州寒门出身，曾在边军养马。当年边军有都尉假造账册，贱买马料为名，骗取官银。是你在重重包围中杀出条血路，将罪证送到监察院，院长念你孤勇刚直，特许入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想到大人连这都查了。你家境贫寒，年少时也曾立誓，才可以缺，志不能穷。当年在定州一身鲜血杀进监察院大门，要求伸张国法的样子，还记得吗？回大人话，记得啊，记得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那时候很蠢呢？之前多不公，一血因雷霆，蠢就蠢了嘛，大人。好一个蠢就蠢！邓子越，是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？腰也弯了，膝盖也软了。不知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邓子越，会不会大哭一场啊？大人，做官嘛，人情世故嘛，大人，是吧？我知道，曾经你有机会可以升任副主办，结果就因为仗义直言，一降再降，最后被贬成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主簿。这么多年，所以你服软了？不，早都服了。那你软就软的彻底一点啊，邓子越！不是与光同尘吗？都已经这样，50两银子有什么可值得上报的？送到门口的礼物有什么不能拿的？既然这样，还守那点规矩干什么？你是想给自己留点脸面，还是想别人夸你有气节？我问你话呢！大人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早就没气节了。我邓子越只求一个独善其身嘛。啊，独善其身就好了嘛。咱俩差不多。说实话，我求的也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。我要是看见看不惯的，我就不太想忍；跟我有仇的，我就得报。我这脾气，在京都混到这地位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就凭大人智谋深远，远非常人所能及。跟这关系不大。那就是大人，文采惊世骇俗，那更扯远了。哎呦，大人，属下还真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有人罩着。我这脾气，要是没有长辈们罩着，在京都活不过3天，对吗？做好人守底线，最好先有个靠山。邓子越，你有吗？
现在你有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，试着把底线往上再提一提，别怕闯祸，我跟你斗着。我知道你现在不能全信我，不急，咱们看人不看他说什么，看他怎么做。啊，走吧，先办事儿。大人，办什么事？替我写个折子，自辩者以医处的名义送上去。大人，我写不合适吧？我字不好。是。不用研墨，直接写。啊，大人，这一点残墨只够写几个字的呀？够。范闲自辩者，奸臣当道，何罪之有？我要是一直看不见你，你就一直站在上面。怎么不让下人入手？自己有手有脚，不麻烦别人。院长让我转告，你让严冰云查的结果已经到了院长手上，请小范大人明日安心上殿。替我谢谢小爷。小范大人，请问武主武大人回京了吗？这也是院长让你问的。我自己想问。我不知道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站着呀？等你啊！啊，专门来看我笑话？你何必呢？没懂。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跟御史为敌吗？这些文人言客，你跟他们比，赢了没好处，输了万劫不复。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呢？没准过一会儿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呢。那我就把脑袋拿下来给你当球体。太子不必如此客气。总之一会儿多加小心，实在不行先退一步，我帮你求情。那倒不必，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。说说。太子殿下也知道，今日是我首次上朝，对于这些什么礼仪啊、规矩啊，完全不懂，得找个人教教。哎，辛大人，正找您呢。是吗？哦，辛大人，此事必须得再跟您说说。贤雄，哎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太子殿下，范大人，哎呀，你说我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没瞧见二位呢？你陪范闲入殿。礼仪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多指点。啊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那好自为之。辛大人，范大人，怎么不找我喝酒啊？哎呀，公事繁忙啊。哦，辛大人辛苦。哎，要是实在太累了呀，可以告病休假几天嘛。哎，有道理。就是说的太晚了，殿下都走了。那几个人怎么一直盯着咱们这边啊？那几位啊，就是督察院御史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那他们怎么一直瞪着你啊？你跟他们熟？哎，这还俩这。范大人，
问您说实话，现如今谁跟您站一块儿，谁跟他们那几位有仇，谁跟他们不共戴天。邢大人放心，一会儿到了殿上啊，您安心看戏就行，千万别按戏说啊，克制，克制，再克制。我尽力啊。这个，范大人，我多句嘴啊，这个督察院御史啊，憋了这些天的怒气呀，要放大？什么？没事，你继续。啊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呀。所以呀，您啊得小心应对。巧了，什么？我也没打算善罢甘休啊。辛大人，你说，今天来这儿的有多少人是准备看热闹的？恐怕都是。那要是看热闹的人自己成了热闹呢？走吧，上殿。范大人，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走啊，各位同僚，走好。范大人，陛下还没到呢。哎，您看没？你看这一片没？都是文官站的地方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您呢就站那儿去，站那儿。哎，我呢站那儿。你先过去啊。这不还没来呢吗？聊会儿。聊会儿。早上吃的什么呀？啊，西施那肉饼不错。哎，我瞧着这好像也不是最大那个店吧？还需等陛下。没错。陛下呀，嫌那个正殿啊太大了，人又站不满，说话又听不清，所以上朝呢就换这儿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哎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陛下给赐的罪。太子都站着呢，他谁呀？枢密正使秦业